欢迎回来。七国集团峰会刚刚落幕，北约峰会即将开场，包括美国总统拜登在内的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已转场布鲁塞尔。而就在峰会前，北约与俄罗斯各自在多方向展现军事力量。被法国总统马克龙形容为已经脑死亡的北约，此次峰会将重点讨论哪些议题？能否如拜登所愿展现团结？来看看报道。前往比利时布鲁塞尔之前，美国总统拜登专程前往温莎堡与英国女王会面。当地时间周日下午5点左右，拜登乘坐一辆黑色路虎抵达城堡，并带着他的飞行员太阳眼镜下车与女王会面。通常情况下，英女王会在白金汉宫接待美国总统，但受疫情影响，这一次的接见被搬到他近期常驻的温莎堡举行。尽管拜登夫妇只是来和女王喝个下午茶，但英方的阵仗却很大，不仅出动了礼仪队，还燃放了皇家礼炮，相当隆重。外界注意到，拜登夫妇与女王共同观看阅兵式后，准备离开主席台进入礼堂喝茶时，拜登试图伸手搀扶女王，但遭到拒绝。95岁的女王坚持自行走了下来。《纽约时报》当天的报道称，茶叙过程中，拜登同英国女王交换了各自在白宫和温莎堡的生活经历。拜登曾在1982年以参议员身份访问英国，并和伊丽莎白2世见过面。时隔39年再次与女王会面的拜登赞扬其非常亲切。She was very generous, very. I don't think she'd be insulted, but my mother. She reminded me of my mother in terms of the look of her and just the generosity. 英国王室传记作家马修·丹尼森近日为英国《每日电讯报》撰写了一篇文章。他在文章中说，伊丽莎白2世女王受到人们的钦佩和尊重，这些特质使她成为英国处理与美国关系的秘密武器。丹尼森指出，在女王执政期间，英国与美国打交道时，一直将女王作为谈判工具，而女王也一直对这个重要盟友非常感兴趣。算上在今年 G7 峰会期间与拜登见面，伊丽莎白2世已经见过13位美国总统了。对于英国皇室来说，茶会和仪仗队这种象征性的礼物和礼节代表着友谊，而这一直是英美两国外交政策的基石。美国、英国之间如果有些比较难以沟通的议题，那么通过与女王的这样的一种沟通交流，也会有助于双方之间对一些分歧性议题的化解。这确实是美英之间特殊关系能够持久维系下去的一个便利的条件。拜登随后奔赴布鲁塞尔出席北约峰会。英国《卫报》的报道称，拜登此行不仅是为了挽回被特朗普伤透心的北约盟友，更关键的是将继续向盟友散播所谓中国威胁论。刚在美国与拜登面对面通气的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简报会上公布了此次峰会议程，并称如何应对俄罗斯和中国成为首要议题。他周日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随着中国和俄罗斯在政治和军事领域上的合作越来越密切，他认为这给北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斯托尔滕贝格还渲染，中国的崛起给北大西洋地区带来极其严峻的挑战。China soon will have the largest economy in the world. They already have the second biggest defense budget, the biggest navy in the world, and they are investing heavily in new modern military equipment that affects our security. And China does not share our values. So all of this makes it important for NATO to develop a policy, to strengthen our policy when it comes to China. 白宫也在同一天表示，因应不断变化的战略环境，尤其是俄罗斯的侵略政策和行动，以及中国对北约集体安全构成的威胁，今年的峰会将修改引领北约的战略概念，并预计在2022年的峰会上正式通过，以确保北约在2030年及其后持续给予安全保障。《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认为，北约自诞生以来就和中国无关。美国主导的北约当初建立的目的就是为了应对苏联方面的军事威胁。苏联解体之后，美国为了让北约继续存在下去，又把俄罗斯视为头号敌人。至于中国和欧洲，既没有在陆地上接壤，也没有处在同一片海域，并无危及到欧洲安全的可能。但拜登持续渲染中国威胁，正是希望协调盟友立场，对北京形成所谓高压态势，这无疑也改变了北约的初衷。事实上，北约内部在对华战略方面显然存在不少的分歧。法国总统马克龙就在上周举行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直言，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的敌人有谁，在哪里。马克龙表示，针对北约来说，应当制定针对俄罗斯的完备战略，而中国不应该成为北约的优先处理事项。
2019年11月，马克龙在接受英国《经济学人》杂志采访时就坦言，北约内部缺乏战略协调，正在经历脑死亡。他警告欧洲其他国家，美国显然已经抛弃了欧洲，站在悬崖边上的欧洲需要思考自己的战略问题，否则将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值得注意的是，德国总理默克尔曾评价马克龙上述言论过于激烈，而在1年多后，默克尔却不再对此进行劝阻，显示欧洲内部已经出现了更多希望战略自主的声音。法国不是一个寻求霸权的国家，它是希望能够以多极的军事的理念与其他国家处理关系，希望欧洲的安全和防务自主性能够加强。而美国呢，霸权思维严重，不容忍任何与它相匹敌的国家出现。这就意味着法国跟美国双方的对外秩序观也存在着非常深刻的这种分歧，种种分歧聚合在一起，使得法国在涉及到北约是要加强还是适度的调整和改革方面，跟美国的分歧和对立始终是很严重的。外界注意到，本月6号至18号，以美国为首的16个北约成员国以及瑞典、芬兰举行的波罗的海2021军事行动演习，包括美军 B-52H 战略轰炸机也参加了演习。北约在俄罗斯家门口大秀肌肉的同时，上周四，俄国防部长谢尔盖·绍伊古宣布，将在9月的西方2021首长参谋部战略演习之前举行一系列预备演习。在此之前，俄罗斯武装力量进行了突击战备检查，包括里海舰队15艘舰艇驶入黑海等，涵盖海陆空力量进行了大规模机动部署。对此，即将和拜登在瑞士日内瓦会晤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周日接受俄罗斯媒体采访时称，俄方始终在国际战略安全领域恪守义务、审慎行事，但美国却频繁勾连盟友，在欧洲部署导弹和武器系统，这触及到了俄罗斯的安全红线。为了不引发更大冲突，在现今情势之下，俄美双方急需恢复和建立对话。о возможном размещении всяких там боевых систем ракетных, ударов и так далее. Вот я же говорил про Польшу и Румынию. Там уже разворачиваются системы ПРО, и можно поставить им ударные комплексы. Но мы-то с Кубы убрали нашу военную базу. Мы же этого не делаем. А наши партнеры, к сожалению, занимаются именно этим. Но я очень рассчитываю на то, надеюсь на то, что вот эта личная встреча, повторяю еще раз, хотя бы создаст условия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мы могли обсуждать проблемы подобного рода. 此前，绍伊古5月31号在会见高级军事官员时宣布，将在西部军区组建约20个新兵团和编队，以回应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在西部战略方向的威胁。绍伊古称，到今年年底，西部军区将再设20个兵团和编队。这些组织措施与供应现代化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同步进行。西部军区军团今年将投入使用约2000件新武器。